注意看！卧室的衣柜忽然离奇翻倒，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孩被砸死在下面。心碎的母亲并不知道，他们家被邪恶的诅咒所笼罩。诡异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。女人寻找原因的过程中，发现了家族背后隐藏的黑暗秘密。男孩的父亲阿强觉得是妻子阿珍没有看好儿子，开始对阿珍大吵大骂。昔日温馨的家庭，如今变得充满了悲伤和怨恨，两人几乎无法再生活下去。阿强上班时间还看儿子生前的录像，每次看都能哭成一个泪人。这天，阿珍在家收拾儿子的东西，睹物思人，她看着这些玩具也伤心地哭了起来。正哭着，外面的门铃响了起来，接着又传来了敲门声。阿珍打开门，发现是丈夫回来了。不过阿强的表现很奇怪，他进来居然亲吻了阿珍，而且看起来非常开心。但接下来的话又让阿珍的心悬了起来。阿强说他路上遇到了阿珍的姨妈，两个人还聊了一会儿天，但阿珍的姨妈几十年前就已经死了。阿珍开始怀疑丈夫精神是不是出现了问题。Birol nasıl? İçeride mi? Açsana. Cenaze 门外居然又传来了阿强的叫门声，刚沙发上坐着的阿强却忽然不见了。她战战兢兢地打开门，进来的确实又是自己的老公，不过这次的看着比较正常。阿珍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第二天，她找闺蜜聊了这件事，闺蜜感觉她是受不了丧子之痛的打击，开始出现了幻觉。阿珍觉得有道理，没再多想。回到家接着做家务，每隔几天她都会把儿子的衣服洗一遍，也算是留个念想。这天洗完衣服，阿珍想和丈夫谈谈，虽然现在阿强不再骂她，但也开始沉默不再说话。阿珍心中的苦痛无法排解，就来到儿子的坟前哭诉。墓园里除了她没有一个活人。阿珍正哭着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。阿飞，阿珍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出现了幻觉，害怕的赶紧逃离了墓园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她刚进院门就发现儿子的衣服不见了，走之前明明还在绳子上晾着。阿珍以为是丈夫收了起来，但家里没人，阿强还没回来。她试着打开木箱寻找，掀开盖子就吓了一跳，原本放儿子衣物和玩具的箱子，现在里面变成了一箱血水，水上面还飘着一张儿子的照片。阿珍吓得冲出了房子，发现儿子的衣服就挂在晾衣绳上。连续出现的诡异幻觉让阿珍重视起来，她找到本地一个出名的大师求助。这大师身边有个能通灵的童子，了解了阿珍的事后，童子念动咒语进入通灵状态，然后零星的看到一些很可怕的画面，信息非常少，大师看的也是非常模糊。他询问阿珍的家族历史，阿珍全部如实相告。他的父亲是独生子，但阿珍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自杀了，母亲和奶奶把她抚养长大。母亲本来有一个妹妹，但听说在阿珍出生那年去世了，所以阿珍也没见过那个姨妈。大师听完就告诉阿珍，她的整个家族都受到了诅咒，因此才发生了这么多祸事，而且下咒的还是他们家族内的人，所以大师才询问他的家族情况。但更多的信息大师暂时看不清，他要阿珍去询问母亲，家族内还有没有其他的怪事。阿珍听罢，连夜去找母亲。母亲就住在他们旁边的城市，看见女儿深夜来访，母亲很是开心，赶紧炸丸子给阿珍吃。阿珍就趁着功夫问母亲，姨妈当年是怎么死的，提起早逝的妹妹，母亲满脸悲伤。母亲告诉阿珍，她姨妈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生了2个可爱的女儿，但后来她老公染上了毒品，可能是毒瘾发作，出现了幻觉，然后在那天夜里就杀了老婆和孩子，她自己醒来后也自杀了。这么悲伤的往事，阿珍没有怀疑她的真实性，抱着悲伤的母亲安慰了好一会儿。吃完饭，母亲安排阿珍睡下，她还得去隔壁房间照看婆婆。阿珍的母亲从柜子里取出铺盖，准备在婆婆的床上将就一夜。正当她和婆婆说话的时候，身后的柜子里忽然传出声音，有人在里面喊她姐姐，这绝对不是幻听。
旁边的老人也同时听见了喊声。阿珍的母亲战战兢兢地朝柜子走去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。母亲没有说刚发生的事，只是淡淡告诉阿珍梦见了她的姨妈。阿珍决定去姨妈家的房子看看，听说就在母亲旁边的村子里。她向一个女孩问到了详细地址，但女孩警告她最好别去，那里是出了名的鬼屋。听到这个，阿珍更要去了。姨妈家的房子因无人居住，早已变得破败不堪，房子里面也像垃圾场一样，到处都是破烂的杂物。阿珍四处查看，正没头绪的时候，里面卧室居然传来儿子的笑声。他听到后着魔一样走进了卧室，声音忽然消失了。房间里只有一张破床，床旁边挂了镜子，上面都是姨妈家的照片。阿珍吓得赶紧冲出了房子，那个奇怪的人偶也顺便拿了出来。这边阿强对儿子的思念也是越来越严重，他无心上班，跑到了儿子的坟前，又看了一会儿儿子的录像，受不了丧子之痛的他，这次彻底了结了自己。阿珍回家的时候，路过丈夫工作的地方，没看见阿强，就向同事打听，因为阿强的电话也没人接。同事说阿强刚请假走了，至于去哪儿了，她也不知道。阿珍就以为丈夫是回家了，她刚进家门，就听见卧室里传来儿子的哭声。阿珍并不感到害怕，反而再次激动起来。等她来到卧室门口，却又看见了几个穿黑袍的人，他们朝旁边退去，中间居然露出了儿子的坟墓，上面坐着一个女人，女人手里拿着一个人偶，和阿珍拿回来那个一模一样。阿珍吓得赶紧把人偶拿给大师看，大师看到这个人偶就吓了一跳，接着大师从人偶的肚子里拆出一个写了字的布条，看了布条后，大师终于有了确切答案，这诅咒就是阿珍的姨妈下的，还是最邪恶的那种，它的影响可以说是代代相传。阿珍整个人都懵掉了，我姨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阿珍还没有和母亲说诅咒的事，大师让她赶紧回去如实转告母亲，然后问问母亲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，不然大师也无法对症下药破除诅咒。此时阿珍的母亲正在伺候婆婆吃药，老太太痴呆后已经不会说话了。阿珍的母亲自顾自地说着一些担心阿珍的话，一只苍蝇从她头后面飞了过去，正在说话的她忽然停了下来。老太太吓得赶紧从卧室跑了出来，此时阿珍也正好赶到了这里。进屋后看到奶奶自己坐着，她就问奶奶母亲在哪。老人没有回答，而是开始诉说往事。阿珍本来非常开心，奶奶居然又开口说话了，但听着听着她就紧张了起来。奶奶正在说阿珍姨妈的故事，当年姨妈虽然生了2个女儿，但她丈夫一直想要一个儿子，姨妈的压力就越来越大。阿珍的母亲听说后心生一计，给这夫妻俩下了一个圈套。她告诉妹妹和妹夫，自己的婆婆精通巫术，可以施法让他们怀一个男孩。老太太确实精通巫术，拿来一个兔子当原料开始做法，过程咱们也看不懂，反正就是看着非常邪乎。阿珍的姨妈求子心切，对姐姐的话深信不疑，根本想不到姐姐正在把他们送往地狱。那个丑陋的人偶就是老太太做的，她嘱咐2人一定要把人偶放在床上，这样就可以生一个男孩。夫妻俩满心欢喜，把人偶拿回了家。没过多久，恶魔就剥夺了男人的理智。在一个夜晚，他蒙住孩子们的眼睛，说是做游戏，然后就这样送走了自己的2个女儿。接着男人又来到院子里，把汽油倒在身上，毫不犹豫就点着了火。阿珍的姨母听到声音跑出来，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，她不明白自己已经怀孕了，丈夫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事。阿珍的姨父自焚后，阿珍的母亲开始照看妹妹，
不久后，阿珍的姨妈生下了孩子，不过还是一个女孩，这也正常。老太太做的法本来就是圈套，但老太太接下来的话惊呆了阿珍。Erken diye çok zorlandı. 7 aylıkken doğurdu seni. Beni mi? Sen ne diyorsun babaanne? Sen Zehra'nın kızısın. Necmiye kısırdı. Çocuğu olmuyordu. Çaldık seni. Kızımız yaptık. 阿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姨妈居然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是生下我就死了吗？ Annen seni doğururken ölmedi. “没错，为了彻底霸占这个孩子，姐姐居然对亲妹妹下了死手。”阿珍听完差点崩溃，那个她整天喊做妈妈的人，居然是自己的仇人。愤怒的阿珍扇了老太太一个耳光，然后站起来要找母亲算账。推开卧室门，看到母亲的尸体后，她吓得尖叫起来。阿珍再也受不了这里了，她没有再理会老太太，提着包离开了这个曾经的家。老太太自己接着诉说往事，她的儿子，也就是阿珍的父亲，听到母亲和媳妇做的事非常愤怒，把硫酸泼到了母亲的脸上，然后他自己开始喝硫酸，直到内脏腐烂倒地身亡。老太太说完，开始哭着道歉。正说着，又一只苍蝇从她的头后面飞过，接着画面一黑，传来脖子扭断的声音。晚上，阿珍回到了自己家，一进门就看见丈夫坐在桌子前等她。